那你帮我整理出来了3种声音，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吗？鼻鼾，中低音，对，有像不要高音，口鼾，啊，有没有？好，爆鼾，这样。对，你好优秀，这个就是有停止的声音，就是这样子，在旁边看就很像他溺水这样子。溺水，对啊。好，医生讲一下，看你舌头的比例可以判断有没有打鼾。简单的概念就是里面的空间窄不窄啦。它这样子是不是等于没有啊？它就是天花板跟地板都连在一起啦。所以看舌头就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有那个是呼吸中止症是。来再。今天的健康线上桌是黄打呼蒜香小卷，一个海鲜类的小卷，它有很好的蛋白质哈，减重的人也很适合吃，所以又可以减肥，又可以防止你打呼。对，哇塞！欢迎收看健康零距离，零不离做会健康假巴黎。可是我们要健康假巴黎的这个关键就是我们的睡眠要很好。因为我们这个一天睡眠至少有1/3的时间啊，如果你睡不好的话，你的人生还有希望吗？可能是黑白的，对不对？而且呢，像这样子有睡眠困扰的人真的很多哦。卫福部说啊，全台湾有110万个人都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这个呢，其实如果讲比较大家通俗的说，他会打呼啦。可你不要以为打呼是一个只是吵而已哦，这个可能会有致命的危机，甚至有可能跟失智、中风都会有一些关系。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检测？你以后不要再笑人家，只要说你打呼好吵，你不要只是这样子。看我们的节目之后，我们提出更有建设性的办法，我们可以更爱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破解鼾声雷动的秘密了。欢迎我们演艺圈的鼾声代表于祥全男神。大家好，我就是那个打呼打的最大声的人，主要奔忙啦。天哪！我朋友形容都。我打呼很像，你刚才讲说我好怕哦，因为你是讲那个有一些风险啊，中风的，我朋友都形容我的打呼很像被火车碾过。天哪！碾过的感觉。我没有想到你今天算是火力全开火力全开 ，on fire。因为我还有因为打呼的事件，然后跟玩很大的同仁出去玩，录一个，然后被封杀，不是被封杀啦，被贴胶带，怎么会被封杀？打呼太大声封杀他，不对吧？对，因为打呼太大声就觉得讨厌呐。被贴胶带，被贴胶带，还有上新闻。我们等一下也贴看他的胶带，看，搞不好贴胶带是一个治疗方法，有用吗？不要吧？有吗？好，在我们呢欢迎呢这个睡眠中止本身也是常年的患者，但是他本身也是睡眠治疗专家，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的超级 KOL 意见领袖，加护病房 ICU 陈志金医师。嗨，大家好，我是阿金医师。鼾声如雷，伤的是谁？伤的最严重的是打呼本身，打呼者本身。就我本人吗？是，就你本人。很洋派。所以不是旁边的人受害，受害最严重的是你自己本人。等一下我就会吓你的。哇塞，不要这样子。对，因为听说你都还没有去检测嘛。不过打呼本身呢，会这个有致命的危机，但其实他的枕边人也很辛苦每天都睡不好，这样子数十年可能会很有怨气。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急诊室护理师 AKA 金太座赖邦启，他今天要怎么样来电他的另外一半？欢迎。大家好，我是急诊护理师赖邦启。打鼾影响健康，更是婚姻的杀手，救枕边人吧！救枕边人，救枕边人吧！对啊，欢迎枕边人，不要比错，不是他们没有。我已经救了，你还没治疗哦。拜托，天哪！好，旁边笑的好像没有自己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营养师秋秋老师。他说他的料理可以帮忙打呼的人，可以不打呼哦。嗨，大家好，我是许秋萍营养师，也是秋秋老师。打呼其实有很多的类型，可能因为你的鼻塞或者是肥胖造成的，千万不要忽视它哦。那今天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今天的炮灰于祥全呐。对啊，于祥全呐，你今天出现在这么震惊的一个医学节目上，有没有感觉有很想要把自己心中的疑问通通都拿出来，顺便问个，尤其我们名医很难请到现场。当然，一定有的，因为打呼这个问题其实困扰了我蛮久的。你有觉得它是一个困扰吗？当然有。还是你为此有很快乐？因为我自己
不晓得那会那么大声，你知道吗？然后我朋友跟我形容，真的是跟火车碾过一样。我跟我朋友出去国外度假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去泰国，5个人去，然后第一天有人跟我睡，然后第二天的饭店是很大的那种哦，然后他们4个人去挤一挤，给我1个人在饭店里面。没有人想跟你睡，没有人想跟我睡，你知道吗？就是2种层面都不想。而且你知道泰国晚上的饭店是很可怕的，对，就是你会觉得哦 man， 好像在拍一些你知道恐怖电影啊什么，是，对。原来你的打呼声就是害人家这样子抛弃你，对，这应该不是第一次吧？因为你不是说你被贴胶带？我还有一次有去上一个也是碧台的节目，对，碧台的节目，王牌节目，对，王牌节目玩很大。然后我跟 Kid 他们一组，哦，然后宪哥，其实这是宪哥教的。宪哥说你拿一个，可是他不是拿胶带，他们拿黑色的胶带，他们是说你拿一个布，就是那种不会伤的布，从这里粘到这里，你就不容易打呼。你说只要把你的嘴巴粘起来，你就不会打呼。对，他是这样子讲的。他说你身体就会自然的运行，从鼻子呼吸吐气，你就不会打呼了。然后他们当天晚上觉得我打呼很吵，他们就上来，然后还拍影片，然后你好会学哦。然后把我这样贴，然后我都没感觉，没知觉，我是这样。然后，可是他们后来有帮我把它撕下来，然后还上新闻。哦，这应该超级偏方对吧？这会有效吗？把这边粘起来。宪哥教的，宪哥说他有一个布是棉的那种，这边贴到这里。对，真的吗？就是你那边没有被贴受伤，但是它可能没效。声音是比较小声，但是后面的呼吸停止基本上是没有效。但是你没有声音的时候，其实是停止呼吸，对你的伤害更大。没有声音的时候，旁边的人比较安全。旁边的人比较不会那么吵，所以宪哥是在帮助自己，安静。没有，我们没有跟宪哥住一起啦。所以他是真的就是嘴巴这样粘起来，他就比较呼声会比较小，因为它还是有声音的，对，就是没有那个张开嘴巴共鸣的那个声音那么大声嘛。但是它之后会发生呼吸停止、阻塞的情况，是不会减少的。而且讲到这个哦，那时候我刚刚不是讲到玩很大吗？那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案例，我那时候跟小鬼。大家就小鬼那时候是队长，对不对？其实这是一个很暖心的故事。那时候他在我跟他分到睡同一间房，然后早上起来他不是怪我说你打呼为什么这么大声，他是跟我说湘泉，他把我摇醒，他说湘泉你没事吗？你还好吗？他说因为你刚刚好像有一点打呼中止症，呼吸中止症，对，没有呼吸这样。他说我怕你出状况。他小鬼这个是非常的贴心哦，非常因为在旁边的人听到的话，真的会以为你会断气。对，我太太最有经验了，就是为什么会断气？因为刚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现在想那个什么睡到一半，他的声音也是像那个火车过山洞的声音，对，然后可能你们火车过山洞的声音，就是那个回音很大声，对，会吗？对，然后如果你没关窗户，可能隔壁邻居都还会听到他的打呼声音，然后就。有声音的时候就咣咣咣咣咣，然后就突然没声音，大概10秒，甚至比10秒更久。然后以前都会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习惯之后都用腿踢啊，把他踢醒就好了。立起来，所以他立起来，还教人家怎么终止打呼，立起来。我别讲，你枪来被冲啊！我跟你讲一下，被冲啥？你讲我知。好，这个也是打呼的人的特征，就是脾气特别的大。等一下他跟我讲，完全符合，完全符合。对。天哪，这个有关系？有关系。真的假的啦？医生讲的都是。因为打呼以后睡眠会一直被打断。你的小朋友有起床气嘛，对不对？所以大人也有。不断的因为缺氧，不断的醒来以后，隔天的脾气特别的大，这个我太做最有经验了，对不对？对，真的啊。是啊，你说你会有起床气？我会有起床气啊，但是我已经治疗完，现在比较没有了。他不只是起床气，他无时无刻都在生气。那是你太做太好了。我不敢有起床气，我起床就是被另外一半弄到起床气。开什么玩笑？人家现在是孕妇对，不是我说。还没有孕之前是不是？还没有孕之前也是这样啊。对啊，因为他真的是吵到他录了一段影片，要我们大家评理，好，大家听一下，大概就跟你刚刚的那个声音是差不多的哈。差不多的。所以这个是你吗？这我。有。他用分贝计是测的，他很用心耶。哇塞，他很
很用心哎。 60几耶。你那时候测最严重的时候，你有这样子？其实我没有去测那个声音的声量多大哈，但是你这个打呼是危险的，是有呼吸中止的打呼。哎呦，这个有没有呼吸？跟分贝有差吗？跟分贝没有差，跟打呼的声音有差。好，要告了，是不是？我跟你讲不是，这个打呼声可以从打呼声分辨得出来到底有没有呼吸停止啊哈。等一下我们2个会互尬自己的打呼声，我先来模仿一段给你看。你会知道自己的打呼声？我大概知道，因为对我都被拍那么多影片，还上新闻，我怎么不知道自己的打呼好，声？那你示范一段给我听看看，示范一段哈。大概是这样。 OK， 好，来我来示范2段，一段是没有呼吸停止的打呼声，它会是这样子。哦，哎，这个真的很吵哎。这个就是规律哦，这个是有在呼吸的打呼哦。还有在节拍上面，这个对，有在节拍上。然后另外一种是这样子，是旁边的人，刚刚你讲小鬼会非常关心你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哎，你这感觉是被人家掐脖子。对，他就是掐脖子，因为呼吸已经阻塞，快要断气了，所以对，然后接下来会像咳嗽一样，他就像呛到一样，真的假的？所以我跟你肯定，你有呼吸中止。我没有被我打呼吓起来过啊，旁边的人就吓死了，被吓死了。有，对啊刚刚那个阿金医师他讲的那个第2种就跟我老公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他也要去看，受害的枕边人每一个都是啦，对，然后这样子忽然的话，我还想说，还有没有在呼吸啊？还摇一下他，就是一模一样的声音。哎呦，我们准备了一个，不要怪这个枕边人，为什么一听到这个旁边的打呼就觉得那么生气？原来有期刊研究，竟然会害枕边人老得比较快耶！哎呀，好，国际的这个期刊讲说了，如果呢这个睡眠中止症的人的话，就会有中风、阿兹海默症的这个几率就会提高，而且认知能力会衰退，然后他旁边的人也会跟着他一起。是不是？是啊，所以难怪要生气了。真的啊，会变老哎，变老，睡不好就变老还好啊。我老婆比我年轻12岁，没有问题。可是应该没有想到吧？就是一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没有想到说这个当时20年前睡眠呼吸中止症没有那么对，没有那么大家知道，对不对？没有想到啊，就是在交往的时候，就是他都会等我，他知道他自己打呼很大声，可是他也不知道这个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他就等我睡着了之后他才睡。哦，但是只要他一沉睡了，对嘛，你都是太太睡了，你才敢睡，对不对？没有啊，没有，不贴心。可是真的也完全没用，因为他只要一沉睡了，那个声音就鼾声如雷啊，你还是会被吵醒。然后刚开始他的那种呼吸声就很像是他觉得是像鬼压床，就是刚你讲的掐脖子，对，睡到一半的时候，好像有口水呛在这里，被人家掐脖子。那他身体会动吗？还是只有声音？有声音，然后他醒来的当下，身体会抽动。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最可怕的感觉，就是你觉得自己醒来了，可手脚好像被绑住，完全不能动。那你帮我整理出来了3种声音，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吗？这3种声音应该是详全整理的吧？是不是？哎，处理一下，你处理一下，他不想，对他不想要示范啦。你示范一下，来。鼻鼾重低音，重低音。鼻鼾。中低音，有像，不要高音，口鼾。好，有没有？好，爆鼾。这样。是。你好优秀。这个就是有停止的声音，就是这样子。在旁边看就很像他溺水这样子。溺水？是啊。喘不过气，对，喘不过气。哇，这么，你可能自己睡着都不知道，旁边人比你紧张。对，血氧会掉，然后如果仔细的看嘴唇会变成紫色，就缺氧。有吗？我现在嘴唇有紫色。不是睡着的时候啦。你是先醒的。没有，你是天生有点紫，像藤木那种感觉。是帅的吧？可是。这3种不同的声音都是有暗藏所谓的危机吗？还是只有其中的最后的那一种？应该看起来就是不是规律的，然后突然会忽然大声、忽然小声的那个才是有呼吸中止。不过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看他整个晚上都打呼嘛，所以一定还是要做检查，是要看整个晚上。他有可能那一段听到的时候是没有呼吸中止，但是在后半夜的时候才出现呼吸中止。所以只要有这样的情况，然后白天会想睡觉的话，然后就是应该来做个检查，做睡眠检查。
哦，睡眠检查要做多久啊？睡一个晚上啊，就是到睡眠中心来睡一个，对，睡一个晚上。所以其实真的还是要真的去认真的试一下啊。但是到底它那个原理是什么？就是只是一下子而已啊，为什么会那么严重致命？ OK， 那就是从我们图上可以看得到的哈。正常的呼吸就是从鼻孔这边吸气进来以后，透过这个上的呼吸道，然后进到气管里面去。那只要这个通道是通畅的啊，那它就不会有声音。那稍微窄一点点的，就会发生那个软腭上面会震动，那就是打呼的声音。 所以打呼虽然是吵，就代表他还在呼吸，还活着，还在呼吸，你就可以稍微放心一下。对，那你看右边的图，这个就是我们的舌头啦，或者是这个软腭啦，就是塌下来，然后贴到它后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空气要进去的时候就塞住了，就会卡在这里。所以它其实还有个呼吸的动作，只是空气卡在这里会进不去，所以这个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没有声音的时候，这个就叫停止呼吸，就叫呼吸终止，然后就会开始氧气血氧就会开始掉，开始缺氧，开始缺氧，掉到脑部不能忍受的时候，它就会短暂的醒过来啊，醒来的时间很短，所以几乎不会知道。醒来以后塞住的这个地方呢，就会打开，然后空气冲过去就会很大声。所以如果旁边看你打呼是这样子，有声音，然后没声音，没声音，然后突然很大声，那就是呼吸终止。 那我应该有哎，对你这个看起来就是很像啊，好哎，好可怕哦。你看起来就很像，因为你脾气很差，容易暴怒。我没有脾气差，这样子，是脾气很好啊。通常自己都不知道脾气差，对，我也是这么说的。我脾气很好，脾气不好，通常自己不知道自己脾气差。对，脾气很差，而且还是超重机的，超级重机车，超级机车，对哦。而且我刚刚看到啊，好像就是我就查了一下，到底睡眠呼吸中止症呢，里面有什么样的副作用？里面有一项你一定会很介意，跟性功能有关。哦，我这个有讲到这边来跟大家讲一下会有，来先跟大家讲一下会有怎么样的后果啊，金医师先讲一下。就是两个部分嘛哈，一个就是你的睡眠会因为缺氧醒来，一直被打断。 所以反复被打断是什么层次呢？就是1个小时可能被打断到好几十次哦。所以你其实睡得再久，隔天醒来就会觉得睡不饱，喉咙干干的。哦，对，喉咙干干的。对，然后记性会越来越差。我记性好像对，越来越差。好，那再来就是这个，除了这个精神差以外呢，反复的缺氧会造成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跟刚刚的失智症，这些都比普通人多好几倍。天哪！那再来开车很危险，开车的时候专注力会变差，然后反应会变慢，所以车祸的机会也比较高。哇塞！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最在乎的事情，就是这个那个功能的障碍，一般人的2倍，就是比较差的2倍还是好的2倍？比较差的2倍，就它也会像呼吸中止症一样终止嘛？就比如说起不来了哈。第二个就是起太多，起太多就是起床上厕所尿尿。晚上我们一般都不用起来上厕所尿尿，但是呼吸中止症的人会因为缺氧，所以控制小便的荷尔蒙会有影响，他就会起床尿尿的频次会变多。你有吗？有没有夜尿？一个晚上起来几次？好像，可是我都是早上才起来。睡觉就是起床前嘛，对不对？没有，我都早上才起来啊。就是没有真的，我早上起来没有真的睡醒的时候的中间，是不是有起来过？对。好像是有啦。医生，我们这么没有病识感的人，我们该怎么来帮助他呢？没有病识感真的蛮难的。真的。难怪他太太要录影，因为他都不承认嘛，对不对？没有病识感嘛。对，没有病识感。所以我们直接要告诉他讲说，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这个困扰的话，你要小心，可能会没有病识感，对不对？对。好，请问一下，睡觉为什么会打呼的这些人，来脖围叫做我们来以鱼翔拳来看看有没有啦，颈围较粗，鼻咽的这个狭窄，算是鼻子比较窄的状况，是脖子比较粗，鼻子比较窄。有你好粗好窄。有吗？有，然后还有肥胖，之前肥胖嘛。对哦，讲到这个我就有了，因为现在比较轻微，对不对？之前我胖的时候很严重，打呼非常严重。对。可是现在我运动慢慢瘦下来以后，你现在好帅哦。没有了，真的帅。好帅。就好像
怎么了？你没有正向的被受到鼓励过，是不是？感恩。真的，就是我打呼的频率好像没有没有那么多明显，就是整个人也是体重是很关键的，也是老婆跟我讲的。对，那个减10%就很明显的有感。哦，真的啊，10%的体重，我超过了，那绝对有感觉。对你好像瘦了一个你，瘦了一个你。哦，一个我，很厉害。还有孕妇可能就会打鼾，然后孕妇就是体重增加的关系，体重增加。不是因为胎儿压迫到，不是，胎儿不会影响到上呼吸道。哦，那还有睡姿，睡姿现在你最有感了。你现在瘦下来了以后，如果你侧着睡，你太太就不太听到。对，你知道，柔柔在我睡觉前都叫我干嘛？你知道吗？她说翻一边，对，侧面，对。说为什么？他说你侧面就没有打呼声。是啊，你太太观察得很仔细耶，真的。因为如果他说如果我这样会有声音，是。可是如果我侧着睡，睡着了没有声音了，对，是完全没有声音。那你怎么维持整个晚上侧睡？我不会啊。哎，这个我太太教你。来教一下，教一下。就后面放一个长枕啊。挡住你，对，挡住你不能够有那种长枕头，就挡住你的背，瑜伽枕那一种。对，就比如说他跟我中间画一条线这样，不是线而已，没有讲的那么感情不好，好不好？不是线，是枕头，对，压得过去的枕头。教我什么？楚河汉界。如果你在外面露营住饭店的时候呢，怎么办？你没有枕头的话，你就靠墙壁睡。靠着墙壁，你就侧着睡或者趴睡，它就不会打呼了。哦，其实，在那个饭店里，你也可以用浴巾把它卷起来，卡在你背后面，其实这样就可以侧睡了。哦，很好的改变睡姿啊。可是刚刚有讲到趴睡，趴睡是真的很困难吧？一般人趴着要怎么睡？小朋友可以趴，但是我没听过大人可以趴然后不动的。对啊，这很难固定那个姿势啦，所以你就是侧睡，就是用后面有东西挡住，才可以固定整个晚上都侧睡。不然你一开始侧睡，你睡着以后又翻平，你太太又把你踢起来，然后又叫你侧睡。你有很长的经验，很长吧，对不对？都用脚踢他刚眼神一直点头，对不对？好厌恶，没有厌恶。泰做的眼神是狠的，他刚刚这样。对，真的。这个你学得很像，你看是不是都这样子，对不对？刚开始很温柔，用手，再来都用脚。没有，可是我们情况比较不一样。我跟柔柔的情况是，他没有听到我的打呼声，他先踹，他已经睡不着了。他会担心啊，他以为是呼吸停止。他习惯了，他还习惯了我的打呼声，所以他是没有他睡不着，反而爱上。哇，你对他 PUA 了，对不对？哇，你用呼声对他 PUA，好可怕。对啊。不过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个饮食上也会跟呼吸有关呢？那这边有。对，其实我们在饮食上面有几个，第一个有时候会是肥胖是一个因素，所以你的热量太高的话，就造成你的肥胖，就会压迫到你的呼吸道。那另外一个喝酒、酗酒也是一个因素。因为喝酒的人会让你的呼吸道的那个肌肉啊没有办法好好的松弛，对，所以它会让你就是很容易就是有呼吸中止的问题。其实饮食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要请秋秋老师教我们怎么正确的吃。今天的健康先上桌是黄打呼、蒜香小卷，秋秋老师，对，为什么会是这些食材啊？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就是防打呼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可能会有鼻塞的问题，所以今天介绍一些都是有一个抗氧化效果的，可以防止你的鼻塞，对你比较好，你就不会打呼了。所以我们今天来介绍的食材有很重要的辛香料很重要，蒜头还有姜然后以及我们的大蒜，这叫做酸呐，酸呐，对，酸呐，嘿，酸呐，不是酸黑酸，可以闻一下吗？对，你可以试试看。你没有吃过吗？有啦，我刚刚在想这是什么大葱嘞，我以为是大葱。它是不是就是大葱？对，它就是那个大葱，就像人家讲说日本大葱就是指这个。哦，大葱，大葱。我们的那个酸呐，就是我们要留下那个绿色叶子的地方。对，会一起，它的硒也是高的，植化素也是高的。另外，我们再搭配我们那个贝塔茄红素比较高的小番茄。我最喜欢吃小番茄。对，很真的，来，你可以试一下。活的小番茄，新鲜的。那煮熟的小番茄跟那个生吃小番茄营养素有差吗？有差一点。其实我们在吃这个贝塔胡萝卜是需要加热一点点的，才可以吃到这个植化素的摄取。如果是生吃的话，我们会吃的是它的维他命 C。所以有一点点不一样，加热有没有加的话，取决到说我可以吃进去哪一种营养素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再搭配我们今天非常低热量就是小卷，一个海鲜类的小卷，它有很好的蛋白质减重的人也很适合吃。然后我们在这一个料理的话，就搭配这样子一个低脂的一个蛋白质，就可以来做我们的料理。所以又可以减肥，
又可以防止你打呼。对，哇塞！那我们现在一开始啦，简单来讲，我们会把这个蒜白啊，先稍微切成丝哦。那蒜绿的地方，我们大概已经先切过了，我们把蒜白切成丝。那如果我就是除了小卷之外，但我要达到同样的效果，我要换什么样的食材啊？你也可以用一些海鲜类的啊，蛤蜊呀，或者是白虾子啊，其实这些都可以。就可以去代表鱼也可以，你也可以用鱼片，白肉应该都可以的。对，只要是白肉或者是鸡肉，因为我们就是减少一些饱和脂肪酸的摄取，自然而然的话，其实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了。那我们把它弄好以后的话，蒜白切哈，接下来我们就请祥全来帮我们做料。那当然没问题了。对，平常我跟你讲，我现在宵夜都帮我老婆在煮。哇，这么的好，好难我肚子饿了，我家现在煮东西。应该不会只有怀孕的时候有这个福利吧？不会。来，我们先下爆香，先爆香。是柔柔的一个妙还有招姜的问题，就是说这样子以后就是你来啦。它可以躲避煮饭。对啊，有模有样啊。其实蒜头和姜啊，蒜头它的大蒜素很多，姜的姜系素很多，这些都是抗发炎的。哇，好香哦！对，好，来，所以才会说这个辛香料很重要，辛香料它的用处。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其实你辛香料的分量你可以多一点点，其实它的抗氧化的效果就会是多的。哇，你这个辛香料也多到一个有点太夸张了吧？对，这个就是待会全部都辛香料，没有别的东西啊。等一下，待会你要吃这个蒜白和蒜绿都要一起吃下去。其实有这个辛香料去爆，然后你蒜用的够多，然后再配上姜丝，真的有够香的。最后我们再撒一点点调味，然后盐巴，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米酒。米酒要来，去腥的。那米酒下的时候，我们只要是下酒类的，你要让它挥发所以你不要加，对。所以不要加盖子就好，你要稍微拌一下。有。对，现在拌一下。再弄。然后我们会再加一点点的水。我刚刚有发现秋秋老师下那个整个那个酸辣的那个步骤是不一样的，一段你给它整个酸辣你给它分成2种。对，我们蒜大概有分比较白的，然后一个青绿的地方，还有个绿的那我们一开始的话会下白的，再下青绿，最后再下绿色的。绿色最后就是保持它那个绿色的颜色那待我们这样子差不多，这个真的是简单又好吃，非常简单，你立刻回去可以做，而且应该是热量做给爱妻料理，试试看挑战一下。热量一定很低的，这热量很低的嘛，然后很低的热量，然后最后这个煮出来，其实它大概连半个便当的热量都不到。对，那你回去连续吃1个礼拜我连续吃1个礼拜。我个人觉得这应该大概只有100多卡，差不多，因为它大概就是你很准哎，对，不愧是这个现在正在努力减重的代言人好厉害哦！最近在减重，对，来准备全盘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起锅了，可以了，起锅，这样就可以了。防打呼蒜香小卷我们就完成喽。哇，防打呼蒜香小卷，现在立刻来吃吃看。鱼香卷炒的，我炒的，好不好吃算它的，好吃好吃吗？你厨艺很好很好吃很好吃。不是我在吃老王，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而且我们的表情看起来很真的有熟，但是不会到太硬，对，是嫩的，厉害了。炒的那个火候拿捏的刚刚好。这道菜真的大家自己在家里学起来，简单而且很快速就可以弄出来，又营养。好不好？防打呼让你抗氧化，鱼香全都会做了，你一定也可以试试看哦。好，刚刚吃了秋秋老师的这个防打呼的鱼香全炒的小卷料理哦。其实呢，刚刚大家就在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就是如果你要防打呼的话，先要减肥，是不是？减肥真的对你来讲很差很多吧？好像是差很多，因为你刚刚讲据枕边人柔柔的描述，据我老婆的描述，好像是我肥胖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严重的。就是他常常听到我中指，就是那种，就好像我一直讲有人插住你脖子那种感觉，可是我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样其实蛮危险的。然后我瘦下来以后，那个频率就变到比较小了。阿金医师本身也是一个资深的这个睡眠中止症的病人，对，你最近也在减肥，而且2本书里面减了有5公斤吧？超过了10公斤，超过了，那所以应该有好很多吧？这4、5年之间，但是还是因为我的结构的关系，所以还是要带机器睡觉。我想问一下医师，这跟遗传有没有太大的关系？脸型有像，然后内部的结构也是遗传的关系，所以父亲有打呼，儿子也比较会打呼。我爸爸就有打呼。
哦，爸爸其实也有。只要有一边会打呼，就有可能，还是说爸爸妈妈都有可能，看谁的基因比较强嘛。哈，那一个是下巴比较内缩，下巴比较短。哦，他下巴短，是啊，有吗？从侧面看就可以知道，比较内缩。你鼻尖在这个地方嘛，下巴跟鼻尖不在同一条线上面，是往内缩。侧面看的话，其实还蛮明显。对，很明显。还是帅的。有哦，所以像是金泰做这样就不太会。他不太会，因为他的下巴是出来的。是，你看我的下巴也是往内的嘛。对，它也是比较短。了解。对。那秋秋老师，这样应该就是不可能，你就没有打呼的问题了，对不对？我不瞒您说，我也会打呼。所以从外形就可以了。你是有内缩吗？他的打呼不是下巴的关系，是体重的关系。体重的关系。哦，真的。努力中，对，都有，也是会有打呼的问题。是。而且我老公会打呼，然后我儿子8岁也在打呼。对。全家一起打。对，那没问题啊，看谁先睡啊，比谁先睡，比个赛啊。对，也是哎。妈妈直接那边。搞不好大家就会变成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早睡的家族哎。对，然后看比谁先早睡，谁就赢了。对啊。Yes， 今天我还是要注意一下啦。还是要体重很重要。我们现在就是在全家一起控管，包括儿子是鼻塞的问题啦。对，因为孩子就是过敏儿，所以就会比较多这种问题。可是。如果说体重减不下来，是不是也是因为睡太少的问题？像我们这边就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啊！打呼的后果就是你睡太少，你也会胖，很意外。就是你睡太少还会让你胖，然后你胖了之后，你又会更打呼，那这不是一个很可怕的恶性循环吗？它就是恶性循环，是。那通常你会怎么样去处理？教病人就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当然就是先从减重开始嘛。但是一般的人要减重，基本上如果有呼吸中止要减重很困难，因为它缺氧，然后就是反复的这个打断你的睡眠，体内的荷尔蒙就让你体重会一直上升，就说呼吸空气都会变胖。所以你必须要先把这个恶性循环打断的话，就是要先改善缺氧，改善你的睡眠。那你体内的荷尔蒙往下降了以后，怎么改啊？体重有好多种方式，有开刀的，有戴呼吸器睡觉。一般来讲，比较严重的就要戴一个呼吸器，正压呼吸器在睡觉。你等一下给我们看。可以，我已经戴20几年了。还有，我觉得这是不是金泰做曾经有私人提供的，说这个意想不到的悲惨后果，既然是因为这个有一方打呼，结果气到想要离婚的，真的就是睡不下去。对啊，就是睡到分房啊。对啊，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一点点声音都睡不着。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用包容。生完小孩之后，就带小孩已经很辛苦了，还要我去包容这个晚上让我睡不着的，对，这怎么可能？其实真的睡不好的话，真的会崩溃，而且产后忧郁会很严重。是，而且竟然会影响到小朋友，说小朋友哭闹。不止的原因是因为爸妈打呼太大声，他的呼声就吓过我儿子啊。小朋友会被吓醒，真的假的？真的，就是他不知道小朋友为什么一直哭闹，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爸爸打呼。然后他每天晚上不断的被吓醒，所以小朋友睡得不好，隔天就会起床气嘛，所以就会吵闹。跟我们大人一样，就是如果睡不好的话，白天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也会，对。你有注意力不集中吗？我吗？我还好啊，我注意力都很集中。你没看我上节目都是蛮过动的，过动也是，过动也算。对，过动也是啊。他现在只要讲到一个病症啊，一直 cue 我了，过动啦，你真的要生气，因为你就是很典型啊。这边呢，刚刚又说下面不行啊，他到底是怎么样？什么意思？阿金医师平常有在开睡眠门诊啦，所以呢，来看一下，欢迎来台南，评估一下这个没有病识感的病人，你会在哪一个部分叫他要特别注意啦？包括你看个性你也了解了嘛，对啊。但是他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就是减重是最重要的。然后再下来就侧睡。那可是他的宝宝11月就要出生了，他之后要帮他的那个太太一起来顾小孩的话，那怎么办啊？因为小孩会被他弄醒，但是如果他分房睡的话，老婆会揍死他。对啊，我都想。他好两难呢，那怎么办？另外第3种方式就是做完检查，假如你真的有呼吸中止，就是带个机器睡觉。带机器？什么样的机器啊？就是这个机器，就是这是什么机器？这是你吗？对，这是我啊，这个是我带机器，然后是我的小孩，大概那时候念幼稚园，他在帮我带机器。我每天晚上都带着这个机器睡觉，这个叫连续正压、连续氧压呼吸器。
是治疗睡眠呼吸中止症。哎，不是。这有点夸张哎，很夸张哦，这好像带了一个，对不对？这好像带了一个，就是在重症病房，什么意思啊？对呀，在家里带这个，它是连接到天花板吗？还是什么？它看起来好像是垂下来的，这是什么？它是旁边一台机器，然后一个管子罩在鼻子上面就可以了。的确是加护病房也会用这种机器，但是在加护病房用的它的那个风啊压力的强度是比较高的。这一般打呼吸中止用的是比较弱一点的哦。那个不是从天花板垂下来，是因为这个管子戴的时候在旁边会去压到的话，面罩会掀开，会漏气，会痒，你就会戴到一半会自己抓掉。所以你是用那个橡皮圈从天花板垂下来是为了让这个管子可以支撑，然后不会垂在旁边，你比较好翻身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在房间里面的情况就是这样子的。哦，难怪要分房睡啊！因为如果我们弄的话，我们睡你旁边，我不会怕这个一个拐就把你的东西抓下来吗？还是什么？不会啊。其实你如果习惯的话，你宁可听到这个机器的声音，也不要听到打呼声。我听说它的声音很大声，其实不会很大声，它很小声。比起打鼾声来讲的话，这个小很多了。它就是一个冷气出风口的声音。对，所以听这个的频率还比听那个频率好睡多，对，是舒服的。对，刚刚说这个打鼾的人的这个有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人，这个最大的一个症状就是脾气会不好。那如果戴了这个之后，是不是就改善了？就变成好好先生了吗？真的差很多。我不相信，说一下怎么可能？他以前真的脾气超差，连医院的那个护理师跟他一起上班都是每天都很紧张。然后有一次我在街上看到护理师，他们还问我说：“那个。”太太，你怎么受得了陈医师呢？我说怎么了？他说哇，脾气超差，是那种骑重机，不是耍帅的，是真的是脾气烂到是说，很多人跟他上班都去排夜班，不上白班。怎么会这样子？可是他现在是国民护理界国民老公，所以他正视到自己的问题去做检查，戴机器10几年了，他的个性就开始就是比较好，慢慢的缓和下来。对，包括你睡饱了以后就。脾气就会比较小，对，记忆力也会变好，对，重要节日都记得住，对，这很重要，对，这对太多很重要，我都记得住哈。你现在有任何的问题记不住了，对啊，没有问题啊，在5年看能不能记住，对啊，跟年纪会有关系，是不是？年纪越大，然后这个症状会越严重吗？对，年纪大了以后，这个呼吸道的肌肉的力气张力比较小，容易塌下来，比较长。其实我提醒大家，就是其实饮食还是要均衡营养，不过有几种食物还是要提醒大家少吃为妙。第一个的话就是高糖的饮食，就是单糖类的 simple sugar 的东西，饮料啊这一类的东西。单糖是就很单纯是糖还是什么？就是米字旁的糖，就是那个饮料里面的果糖。或者是蔗糖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就是我们饮料其实就少喝饮料或糕点，吃糕点这一类的。它的糖的话，第一个是让你变胖，第二个的话糖会生痰，所以也会让你呼吸道不是那么顺畅，所以就很容易会打呼。对，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酒精嘛。酒精跟那个肌肉结构有关系，所以少喝酒是重要的。烟酒一定要少。你不爱吃甜食吧？我不爱吃甜食，可是高盐的话，其实我的口味是蛮重。第三个是高盐，这是这几年的研究会告诉你说，盐分过高，其实有可能会到喉头的地方有一点水肿的情形，所以会压迫到我呼吸道的通畅，所以才会说盐分不能太高，尤其是加工类的东西。这是有巴西的研究就会告诉你说，有分你常吃高盐的人和你一般正常饮食的人，高盐的人其实你有可能的话，就会造成你呼吸中止的问题就会比较大一点。对，所以饮食上面还是要小心一点。所以变成说我还是要吃的很清淡，然后可能才可以就是一并的减肥，然后又治疗我的这个就正常的调味就好了。或者是我们刚刚有用到一些辛香料来去做很大量的一个食材的来源的话，你的盐巴量基本上就不多了。我们刚刚其实盐加的还蛮少，一点点，对，一点点而已。对，所以你可以吃到有盐味，可是很有味道，辛香料很好吃。对，所以调味大概是这种概念去做调味，就可以吃到很好的东西。对。加工类真的是不要，所以火腿啦、香肠啦、贡丸这一类，鲔鱼罐头呢？对，它也是，因为它含钠量高、盐高，就会有这种问题。所以你只要是罐头的东西，其实它为了让它保存期限比较久，所以它必须要让它有脱水的概念，所以盐一定要加的多一点。对，我们就吃新鲜的鱼啊，新鲜的肉啊，其实都可以吃的。
哦，所以阿圆形的金医师的食物饮食上也有特别的控制吗？有把它特别控制起来吗？我是尽量在控制啊，但是有时候还是很难控制啊。因为他走出去，台南就很多好吃的东西。对台南真的谁受得了啊？是什么卤肉饭，什么随便每一家都超好吃。随便啊台南人就很喜欢吃甜呐。哦，整个蛙柜是不是就超级打妹的？对。刚才讲说，爱心是如果是台南很习惯，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加糖。然后早上起来一杯那个一碗牛肉生牛肉，对，有没有？牛肉也不错，可是牛肉汤是好的哦，牛肉它其实它是轻的。对，它就是涮牛肉，这个是可以的。超棒的。所以其实就是高糖高盐的东西，最好是要避免这样子。对，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可是我们如果说是要去看睡眠呼吸，算是睡眠科还是？对，现在有睡眠科。是什么样的科别啊？就应该不是每个医院都有吧？不是每个医院都有啊，大的医院都会有。睡眠专科实际上是很多科组成的，耳鼻喉科啦、胸腔科啦、精神科、神经科都有在看。睡眠医学会有专科医师，所以是有睡眠专科医师的。但是我听说从舌头就可以，医生讲一下，看你舌头的比例可以判断有没有打鼾。简单的概念就是里面的空间窄不窄啦。第一个就是舌头大不大，舌头大不大就是吐出来以后，对，像他这样子。你很不白耶。为什么舌头会很大呢？它黄，它还好吗？不是看颜色，是看舌头两边有没有牙齿的压痕。只要舌头两边都有那个凹下去的牙齿压痕，表示这个舌头大。如果你吐出来是两边是平，没有，它两边蛮平滑的，对啊，所以这个舌头不大。我只有口苦，但是我没有打呼。医生来一下，第一个是你做一下。你很大哦，我很大，我真的很大，旁边有压下去的。所以大舌头有可能比较会打呼。对，因为它比较容易往后掉，去造成阻塞啊。那第二个就是这张图分天花板跟地板，上面的那个软腭叫天花板，舌头是它的地板。那你看最右边这个图，就是天花板跟地板连在一起，就表示这个空间很小。然后最左边那个是正常的，最左边那个正常是你可以看得到麦当劳的那个形状，那个叫悬雍垂，那个就是空间比较大，不是越靠右边越严重。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一般人要怎么自己在家看这个？你就是这样子，看镜子就可以了，是不是？看镜子就可以了，对，手机的灯打开就可以看得到了。它这样子是不是等于没有啊？它就是天花板跟地板都连在一起的，它最后一个非常明显的。我是最后一个，对，你是最后一个。所以看舌头就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有那个呼吸中止症是，这应该是舌头不要伸出来，舌头不用伸出来，这种看是不是？你也真的没有对嘛？好可怕的舌头，特写了以后就很可怕了。到底为什么要特写我的舌头？然后是，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嘴巴张开的，然后来看自己到底有没有可能，这是最浅显。那这个准确率高吗？其实没有到非常的高啦，但是就是综合刚刚的打呼的声音啊，下巴短不短啊，有没有肥胖啦，脖子粗不粗啦，这一些越多项就越有。你说越多项余祥全的话，就越有机会会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打呼睡眠呼吸中止症的关键字是5，为什么呢？关键字是5，就是我们去做睡眠检查的时候，睡眠呼吸停止的次数。每小时超过5次就算是异常了，5次以下是正常。那每一次的停止呢，就是要超过10秒钟以上，就呼吸停止超过10秒钟以上，每个小时超过5次就算不正常了，5次以下算正常。所以，我们枕边人不要只是嫌你旁边的人打呼很吵，我们也可以善用这个诀窍来数数看，到底他有没有危险。我们要帮他正面的治疗，才能让爱就是走得更长远啦，对不对？那今天谢谢所有的来宾，那也谢谢我们的阿金医师，还有我们的金医师团队以及秋秋老师。更多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到脸书上继续来搜寻。本节目由福尔耳温枪冠名赞助播出。